这里还有一个必吃料理马祖老酒蛋面线，一颗全蛋，感觉吃完整个身子就会热起来，非常的补。面线很滑很顺口，而且麻油味道非常的浓厚。它加了麻油的汤头，喝起来不会很油腻，淡淡的甜香，苦甜的感觉。3种 pizza， 有一个相当特别的，它是芒果牛肉，我觉得很特别。刚好现在是芒果季，吃起来感觉就很像夏威夷凤梨的香甜，改成是芒果的香气。那欧文桌上有2块，一块是烤的比较熟一些，对，吃起来比较稍微拖泥带水的一些。那另外一块比较粉嫩，吃起来就比较多汁软嫩。这个牛肉吃原味就蛮好吃的，它有一股淡淡的咸味，而且表皮上面又烤的焦脆。但我比较可惜的是，它旁边的那个脂肪层好像厚了一些。刚去拿那个限定甜点，那这个不知道是每一场都有，还是说只有假日。香菜花生冰淇淋卷，它外表是用春卷饼一样包了2球冰淇淋、芋头跟花生，那还有香菜花生粉，那冰淇淋吃起来蛮香。它这个是属于比较 old school 那种，所以吃起来不会特别的绵密。那再搭配上花生粉的香气以及香菜，还蛮古早味的。很多人在排队，而且它每一场好像只有限30分钟哦，过了就没了。炸冻感觉就还好，没那么讨喜。底层还有一种沙沙的口感，而且它的制作方式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，甜味、苦味没那么均匀，分开在各个角落。嗨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懂 Miss，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欧文。今天我们来台北万华一家非常受欢迎5星级 buffet 吃到饱。在台北说要吃到饱，应该就会想到想续集或者是岛屿。那这家在地默默耕耘了多年，累积了不少忠实粉丝，甚至有许多老饕说这一家 CP 值是超级高的一家饭店。如果你平日有搭配一些餐券，可能700-800就有可能吃得到了。在5星级 buffet 700-800，真的是很夸张的一个价位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，是真的低调又厉害，还是只是网络的都市传说呢？那我们今天假日晚餐费用是1380元加上吃饱服务费，用餐时间为4个小时。朋友老样子哦，正面开始前请帮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Let's go！嗨，朋友们，今天好吗？再难都要记得微笑哦。我们今天来到台北万华一家凯达大饭店里面的百宴自助餐，这里面的灯光看起来相当的优雅。由黄色的灯再搭配上木质的装潢，整个看起来是非常的优雅，非常的漂亮。那我们一进来就是它的和风日料区啦。那它这边生鱼片呢有提供4种，第一种是鲑鱼，第2种是鲔鱼，第3种是旗鱼，第4种是鲷鱼，最后一个是鲨鱼烟。之后呢还有花寿司，那这2种花寿司几乎是差不多，只是说这边是多了这个豆皮 ，OK， 走往旁边就是它的海鲜啦，海鲜它这个有白虾，看起来 size 刚刚好，不大不小。之后还有小章鱼跟花枝 ，Q 弹的口感。最后一种是续蟹啦，续蟹，喜欢吃螃蟹的人等一下来吃看看哦。那再往旁边就是它的手卷有提供5种鱼子、鲜虾、蟹肉、玉子烧、螺笋这5种，那这边会亲手帮你做哦。那在旁边就是味噌汤 ，OK， 哇，你看它的座位区，整个落地窗啊，真的是蛮漂亮的哈、哦。那我们再往旁边那边走吧。日料区的后面就是饮料机啦，这边饮料有6种，有可乐、气泡饮跟莓果粒。饮料的旁边都是亚洲料理区，它有提供2种汤头，一种是地中海鸡肉蔬菜，第2种是排骨汤，萝卜排骨汤。那它旁边是很像锅巴的上海鸡汁饭，看起来那个滋滋滋滋的响，还蛮不错的。再往旁边有这个沙茶什锦锅巴，有这个沙茶的酱料可以搭配这个锅巴吃，感觉还蛮好吃的哦。旁边就是咕老肉啦，这个酸酸甜甜的，应该是蛮好吃的。再旁边就是很少见的豆豉鱼、苦瓜，苦瓜的旁边就是鸡球，很像凤梨虾球那种鸡球。再往旁边就是海鲜豆腐，欧文最喜欢这种嫩豆腐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旁边就是大家所爱的卤猪脚啦，Q 弹的皮。旁边都是鸡炒时蔬、季节时蔬。再旁边就是异国料理，它这边有这个和牛吃到饱，如果要加价的话，要400元加上10%服务费。但如果你有餐券的话呢，是不用钱的哦。泰式绿咖喱和牛跟黑胡椒骰子和牛2种，那呢有2个骰子，看你要投哪一个。欧文是2个都给他投，那他等一下就会送到你的餐桌喽。接下来旁边就是软壳虾串，哇，这个虾壳应该是不用剥，应该蛮好吃的。旁边就是一些番茄炒章鱼，旁边都是普罗旺斯烩菜，番茄风味的哦。
再往下一个就是鸡肉球啦，太希腊柠檬香的希腊柠檬香料的旁边是意大利面，喜欢吃意大利面的朋友，这边一定可以满足你。那往下一个就是意式料理区的 pizza， 它有3种口味，第一种是辣芒果牛肉辣芒果，蛮特别的哦。旁边都是比较常见的夏威夷跟玛格丽特。那在我们旁边都是炉烤牛肉，它是热眼的哦，看起来非常厚实，而且粉嫩的，铁定是很好吃。那它前面有这些5种酱料可以搭配，那旁边还有这个很像汉堡的面包，起司青酱面包，里面还有一些地中海炖菜。那你也可以夹着牛肉一起吃，应该是蛮好吃的。那它这边煎台有这个季节鲜鱼，那在我旁边就是起司奶油洋芋泥，旁边是松子煮五花，看起来焦香的哎，哇，欧文都流口水了。旁边都是现冲牛肉汤啊，这个汤感觉还蛮清香的哦，清甜感丰富。旁边都是一片一片的牛肉，旁边还有葱花、姜丝、胡椒粉，超赞！等一下一定要喝的。那在我们旁边有一个，这个一定要来这边吃的啦，马祖老酒蛋面线，必吃的。等一下一定要吃个1-2碗。那我们在我旁边，那这边有现烫时蔬，你夹这些时蔬之后，可以在这边穿烫，很像那个卤味店一样。那这边是健康时蔬，这边好像应该是素食之类的，素食者他都有照顾到咯。那旁边还有一些蒸时蔬，花生、地瓜、香菇、玉米。旁边还有2种汤头，第一个是青芒海贝炖鸭汤，里面有海鲜跟鸭综合而成，旁边是蟹肉茶碗蒸。OK， 那我们再往下一区吧。那它的热眼牛排后面也会看到烤炉，你可以烤这个 croissant， 还有一些面包、小面包跟法式硬面包。旁边还有布丁，小朋友最喜欢的，对不对？那这边还有综合起司的，旁边就是综合沙拉，有冷肉盘、青木瓜沙拉、芒果青拌油鸡，哇，感觉蛮不错的。旁边就是意式番茄起司沙拉，感觉蛮特别的。那最后一个，它这边有3个可以投夹子，另外最后一个是这个日式炙烧和牛薄片，炙烧和牛。等一下呢，那2个吃完就来投这一个。OK， 后面这一区就是它的沙拉啦，生菜沙拉，旁边还有一些水果果汁，现打的水果果汁，它旁边还有一些清冰可以加进去。那这边有水果，西瓜很大片哦，还有火龙果，跟这个哇腌制的，还有芭乐、葡萄柚。那旁边还有这个伯克金的啤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那在这个转角呢，有一个剉冰区啦，里面是刨冰，10种料可以加，芋头、玉米。第一次看到这个刨冰区有玉米，好特别哦。折花豆、鹰嘴豆、椰果、绿豆、蜜枣、软糖、爱玉。最后一个是白玉麻薯跟黑糖水。最后一区就是它的冰淇淋跟饮料啦。饮料这个是我们非常见的绿茶可必斯，那这边是像我们在手摇饮之类的，一些果汁，无糖的果汁，蛮特别的，还有麝香葡萄、椰子水也有，好特别哦。那在我们旁边是热水可以泡这些茶，有茶包可以泡，旁边就是一排3台的咖啡机，喜欢喝美式咖啡的、意式咖啡的浓缩这边都有。最后一区就是莫凡比的冰淇淋。现场是有5种口味，有薄荷巧克力、柠檬，白色这是柠檬，旁边的是草莓，再下一个是经典巧克力，它里面有巧克力脆片，很好吃的。最后一种是梦幻香草，超赞，欧文已经迫不及待啦。那它的环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咯。那我们就开始享用吧 ，Let's go！ 不要，那我们首先来吃手卷，不然等一下海苔还软掉。我们现在吃个鲜虾。它这个手卷里面是没有白饭的，欧文特别喜爱，里面是木薯芽加上一些鱼松，咸咸甜点还蛮不错。接下来是蟹软，
虾卵的脆口鲜味真的是蛮香的。旁边还有小朋友最喜欢的玉子烧，欧文就喜欢这种美乃滋的香甜。旁边还有芦笋的哦，手卷呢就是要一口吞才够味。最后一个蟹味棒，之后我们趁新鲜呢，把生鱼片吃光吗？那它这边生鱼片有4种，那我们先来吃带点粉色的旗鱼。哇，这旗鱼真的蛮不错的，绵绵密密的。之后我们来吃像西瓜一样鲜红的尾鱼，切起来蛮厚实。相对于旗鱼，这尾鱼的口感是更加绵密，带点本身的特殊甜味。对，我觉得它这边的生鱼片都蛮大片的，而且切得蛮厚实的，真的是超惊艳的。像差不多价位的享食天堂，它的生鱼片好像就没有那么厚实。最后我们用欧文最爱的鲑鱼做收尾。入口那弹牙的口感，奶香味口齿留香啊！再来，我们来吃一个头夹子，比较特殊的料理，加400元才有的和牛料理。那如果你有餐券的话，这个就是免费的哦。那我们现在吃第一道日式炙烧和牛薄片，那这个和牛真的是蛮轻薄的哎。那这个肉片吃起来真的是蛮软嫩的，而且上面有一些七味粉，带点淡淡的辣味，而且它有加上一些和风酱汁，吃起来酸酸甜甜。之后我们将和牛肉片卷上生菜吧，吃起来应该更加爽口。再来第2样是爆炒黑椒骰子和牛，它上面有撒一些黑胡椒，吃起来好像有点像那种红烧牛肉那种牛腩的口感。之后它的基底是放着黑胡椒酱，所以我觉得吃起来有点像黑胡椒牛腩。之后我们来加一块薄饼试看看吧。加上那个烤饼多了一个脆口的口感，可能放有点久，它的脆口度没有那么明显。那我们再吃最后一个泰式绿咖喱和牛。这个牛肉跟骰子和牛吃起来是一样的，只是我添加了一些绿咖喱的香气以及淡淡的椰子香。之后它旁边还有一片锅巴可以做搭配哦。加上锅巴多了一层米香的酥脆口感，这样吃起来的确是蛮有异国风情，感觉瞬间好像来到了印度之类的。之后它异国料理旁边还有一些虾子、鸡肉丸、鱿鱼。那我们现在吃一口鱿鱼。那番茄鱿鱼吃起来还蛮有嚼劲的，但是越嚼越香啊！我觉得它这个番茄鱿鱼配点啤酒，绝对是超级搭的。旁边还有鸡肉丸子，是希腊柠檬风味的。通常我们在吃丸子的时候会有 QQ 弹弹的口感，可是它这个口感还蛮扎实的，吃起来还蛮咸的。旁边有相当特别的酥炸软壳虾串，而且欧文觉得这个蛮方便的，它的虾壳是不用剥的哦。这软壳虾真的很好吃，有点像烤过的那种干干酥酥的口感，而且越嚼是越香，还有盐胡椒的香气。哇，这个软壳虾真好吃！朋友来这边，这个一定要拿。朋友，我们刚去拿了一个限定甜点，那这个不知道是每一场都有，还是说只有假日？香菜花生冰淇淋卷，它外表是用春卷饼一样包了2球冰淇淋，芋头跟花生，那还有香菜花生粉。那我们来尝看看吧。它冰淇淋吃起来蛮香，它这个是属于比较 old school 那种，所以吃起来不会特别的绵密。那再搭配上花生粉的香气以及香菜，还蛮古早味的。很多人在排队，而且它每一场好像只有限30分钟哦，过了就没了。接下来它有一区是亚洲料理区，我们来吃一个热炒鲜蔬。那这个蔬菜蒜香味是顶天的浓啊！我们手上的凤梨鸡汁炒鸡球，我们来尝看看吧。吃起来口感蛮像糖醋鸡球的感觉，而且它的凤梨味道没有特别浓厚，没什么凤梨的感觉。之后旁边就是金汤海鲜蛋豆腐，是欧文最喜欢的嫩豆腐哦。而且它里面的海鲜料也蛮丰富的，有鱿鱼跟虾仁，而且它的佐料好像有一些咸蛋黄的感觉，有点咸香咸香的，还蛮不错的。这是今天相当特别的酪梨荔枝菇老肉。真的是荔枝哎，好香甜，汁水蛮多的。最后我们用欧文最爱的卤猪脚做收尾。它的猪脚不是特别的透烂软嫩，还带点 Q 弹，吃起来比较有嚼劲。而且我觉得它的猪肉比较可惜一些，好像有点猪膻味。那在它的煎台料理区，主厨推荐的杜松子猪五花，五花肉也是每一片看起来焦香气非常浓厚。
猪五花吃起来蛮特别，它有一股淡淡的葡萄柚香气，结尾的苦涩的。说它铁板料理句号，铁板至坚季节鲜鱼。接下来是欧文非常期待的乐园牛排，看起来肉质是相当的粉嫩。那欧文桌上有2块，一块是烤的比较熟一些，对，吃起来比较稍微拖泥带水的一些。那另外一块比较粉嫩，吃起来就比较多汁软嫩。这个牛肉吃原味就蛮好吃的，它有一股淡淡的咸味，而且表皮上面又烤得焦脆焦脆的。但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，它旁边的那个脂肪层好像厚了一些些，大口吃肉就是舒爽。接下来我们走到意式料理区，有3种 pizza， 有一个相当特别的，它是芒果牛肉，我觉得很特别。刚好现在是芒果季。吃起来感觉就很像夏威夷凤梨的香甜，改成是芒果的香气。旁边有玛格丽特的哦。哇，这个玛格丽特蛮好吃的，非常的多汁，很好吃。那罗勒香气蛮浓厚的，真的超赞。第二种是夏威夷。在欧文手上这个看起来像汉堡的地中海炖菜起司青酱面包，它里面是放了时蔬。想要加点肉呢，你可以去切一块热眼牛排，把它放进去。我觉得它这个面包吃起来有点像是玛格丽特的感觉，因为它的番茄香气相当的浓厚。接下来最后一盘海鲜冷盘区，我们现在吃个小章鱼，相当的可爱哦。相当的脆口，再搭配上旁边的小鱿鱼，还是小章鱼比较脆口，好吃。接下来我们来吃白虾吧，把它先去个壳。我们最后花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把全部的虾壳都剥完了，来吃虾串串。这里还有一个必吃料理——马祖老酒蛋面线，一颗全蛋，感觉吃完整个身子就会热起来，非常的补。它面线很滑很顺口，而且麻油味道非常的浓厚。而且它加了麻油的汤头，喝起来不会很油腻，淡淡的甜香，苦甜的感觉。嗨，朋友，接下来是甜点部分呢，全部都拿回来咯。欧文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我们现在吃百香芒果莱明顿，感觉会有淡淡的酥皮口感，可是好像没有。接下来旁边是情人果起司蛋糕，浓郁的起司蛋糕，可惜的是情人果点缀在上面，没有融入蛋糕的一个整体。旁边还有欧文相当喜爱的柠檬塔。上面的蛋白霜烤得相当的绵密，我觉得酸味可以再多一些，会更赞。还有非常小巧的泡芙，泡芙还蛮好吃的，外面有点酥脆口感。提拉米苏当然是必吃的吧，就喜欢这种有淡淡的咖啡苦甜的味道。旁边有焦糖布朗尼。这布朗尼欧文就蛮喜欢的，很绵密的巧克力蛋糕体，里面镶嵌着一个核果的香气，带点酥脆口感。我觉得吃起来有点像金沙，可是没有那么甜。旁边还有红豆大福，当然生巧克力也不可以忘记吧。还有造型相当漂亮的古典巧克力，上面有饭店的 logo。旁边有相当漂亮的香橙布丁。它这个布丁是比较绵密，我觉得蛮像奶酪的。旁边还有焦糖烤布雷，烤了脆甜的焦糖是欧文最喜欢的口感。当然，经典的芒果奶酪也必吃的吧。抓一个百香果茶冻，茶冻感觉就还好，没那么讨喜，底层还有一种沙沙的口感，而且它的制作方式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，甜味、苦味没那么均匀，分开在各个角落。当然，香甜的杨枝甘露也必来一碗吧。非常甜香的芒果味，带点浓稠的滑顺口感，里面还有葡萄柚的果粒，吃起来带点苦涩，平衡一下甜味。嗨，朋友们，欧文就吃饱了。今天这一餐吃的相当的满足。今天欧文记忆最深刻就是香草花生冰淇淋卷，这个吃起来真的是有够古早味，淡淡的花生香气，冰淇淋香甜可口，现在还是记忆犹新。它的品相不是说特别多，该有的都是有，有一些料理都是蛮特别的，在外面可能还吃不太到。就比较可惜的是它的日式料理那边没有握寿司，这边还有很特别的妈祖老酒
麻油面线，吃起来麻油香气是特别浓厚，在外面好像很少看到这个料理。再就是它的鲁缟牛肉，我觉得它品质没有那么一致，就是有的地方感觉比较熟透，有一些地方感觉比较粉嫩，熟度不要那么熟的话，吃起来会更加鲜嫩多汁，会更好吃哦。其中还有一个我蛮喜欢的软壳虾炸串，酥酥香香的，上面再撒上薄薄的盐椒，有够喜欢的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请帮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Domiss欧文，吃货永远，我们下次继续大吃特吃，用味探索实用，嘴巴进饮食。你的支持是我吃下去动力，再见，拜拜。